各位好，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合江。那合江这个地方的旅游，它最主要就是一个合江环绕的骑摩托车的一个环绕旅程。它这个地方是很多人向往想去，可是却十分没有不好去的一个地方，因为它需要很长的时间跟假期，而且你的路程需要骑很长的摩托车。合江环绕呢，是很多人来这边的一个梦想，而且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合江这个地方到底会有多美，会让那么多人跟外国人那么想要去的一个地方。当然你一开始要先坐飞机到河内，那我是在河内机场呢直接订了大巴士的车，直接前往合江。河内到合江大概要先8个小时的车程，所以这一段路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你第一天的几乎都是浪费到合江市的路程。首先你会在1号柱子等待接驳车到，那他会先用小车把你载到接驳点，然后呢就会有大车来接你，然后你接下来就是8个小时的合江市的路程。我搭的是豪华的卧铺，所以我可以横躺的在那边睡了一个很美的觉。大概过了3到4个小时，过了玄关室之后，约3到4个小时就会有让你下来休息吃饭的地方。到了合江市之后，它会换成接驳小车，然后再把你送到你住的饭店。整车里面全是外国人，几乎没有看到亚洲脸孔。因为合江是外国人特别喜欢来的一个旅游景点，所以外国人很热衷这个地方。当然到了饭店之后我们就 check in， 然后接下来马上就要准备去吃饭了。然后我们当然是吃了当地的小吃跟美食，也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要在合江市的启程点拍一张照做个留念，这个是所有合江环绕的启程的照片，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你从这边开始要进入合江环绕。隔天一早我们吃完早餐，看着窗外的美景，我们就准备出发去做合江环绕。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先租一台摩托车。这里租车的地方都有提供一些免费的让你住宿，或者是简陋的简单的个人的居住的地方。那如果你是想省钱，也可以在租车的地方进行住宿。我规划的第一站就是同文县，从合江出发，然后直接就杀到同文县这个地方，大概全程120公里的山路，所以这个行程要早点出发。另外到了目的地可能都已经是接近晚上了，所以这120公里的路程相当的不好走，而且时速大概就是30到40之间而已。我们大概走了1个多小时的时候就会到渭川县。那渭川县基本上路还算蛮平稳的，然后我们在中间1个多小时的时候我们有休息了一下，然后大家很多人都会在这一家小商店里面来休息休憩，因为你平均要1个小时必须要休憩一次。你会发现到在这里全是外国人，而且他们都是采用 Easy Rider 的方式，也就是说请一个当地人当作司机载着你去游合江。在渭川跟关坝这之间有很多的公安会去抓外国人，那你要特别注意，他们都是专门来抓你到底有没有驾照。过了渭川再来就是关坝。那关坝县它基本上有第一个景点，那就是当地有名的双乳峰。它长的样子就像是女人的双乳，所以因此而得名。那除了双乳峰以外，关坝还有一个景点叫做天门，我们又叫它关坝天门。它是合江的著名景点之一，也是被认为天与地的边界。站在有种感觉是站在天坛之门，远照山林，还有梯田，还有荞麦纵谷。它如果时节对的话，它是一幅很美的山水画。
然后我们接下来从官坝，接下来会到燕平。那在这边有一个交界点，那这个是往山区走的，你必须在这里往右转，因为直走会比较远。右转之后呢，大概骑不到10分钟，你大概会遇到第一个景点，叫做单身树。那你叫它单身狗树也可以，反正它就是一个孤单的一棵树留在那里，所以当地人叫它单身树。过了单身树，我们到了赶底这个地方，要休憩了一下。那在这边喝了一杯咖啡，也顺便看到有一台蛮好玩的车子经过我们。他的音乐还蛮好听的，外国人就跟着跳舞起来。在赶底这个地方有这间小咖啡厅，其实它前照可以看得到里面的弯道，那很多人会喜欢来这边拍照。那它的赶底弯道其实来讲，在整个合江里面还是算是小有名气的。接下来我们就是到了有名的洛坦马，那这个地方就是坦马坡，那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名的弯道，那当地人都是以这一个弯道为著名的一个休憩点，而且会来这里欣赏它的弯道的美景。Cái này bao nhiêu tuổi rồi? Em 15 tuổi. 15 tuổi thôi à? Chưa lấy chồng. Chưa lấy chồng à? Chẳng cái này. Anh giới thiệu là người Đài Loan cho em biết à? Ở đây 13 tuổi là lấy chồng rồi. Chắc là 13 tuổi. Đúng không? 13 tuổi là lấy chồng. Có người thì 13, 12 họ thì lấy luôn. Trời đất ơi, 13 tuổi rồi lấy chồng rồi. 在这里，这个小女孩叙述，在他们这边有一个习俗，就是有抢婚的习惯。就是如果一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你只要在某个特定时间把这个女孩子抢回家，有办法把她带回家里面，那么她就是你的老婆了。Về làm vợ. Gọi là bắt vợ. Bắt vợ. Bắt vợ. Bắt vợ. Ăn trộm vợ. Chắc chắn. Chắc chắn ở đây là như thế, tục lệ ở đây như thế. 在这里单身的男士，你有没有想要来这边抢一个老婆的回去？你连介绍费、连聘礼都不用，不管女生愿不愿意，你只要有办法把她抢回家，就是把她绑起来带回家的话，那么她就是你的老婆了。在这里停留了1个多小时，了解了这里的民情风俗。我们准备前往下一站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到了同文县里面了。那到了同文县这里面的有一个景点，那从上面往下看就是很有名的佛高。那这个地方也就是很漂亮，很多网美也会在这里拍照打卡留念。接下来我们快要到同文市区了，那接下来的风景都很漂亮。那依序你可以去欣赏当地的一个美景，一个很漂亮的美丽的地方。终于在天黑的时候6点左右，终于赶到了同文县的县区里面，就是市区里面。那终于在这里找了住宿，那也可以开始准备吃晚餐，好好的休憩一下。
同文在假日的时候，在广场它会有同欢的活动，也就是很多人会在广场里面做一个庆典活动。那这个是礼拜六他们都会有。同文这个地方小吃非常多，那最重要的一点，它这里吃东西的口感都非常的适合我们。也不会像说在南越或是在某些地方香料加的特别多，这里的口感完全的不会，非常的好吃，而且非常的适合我们。到同文之前，你看了那么多的景点，你会以为合江环绕已经旅游了很多了。那实际上呢，到了同文才是真正的合江环绕的景点的开始，因为有太多的景点几乎都在同文这一带。其实同文才是环绕的开始点，在我是这样的觉得。隔天一早，我们准备到了天香古镇。那我们从同文这个地方开始出发。那同文线出发到天香古镇其实不远，大概是半小时到1个小时的车程。可是你的路途会遇到很美的景色，那我们都有要下来看风景，然后欣赏合江的美。这个地方就是从同文往北走大概6到7公里的路程而已，所以很短，往北的方向。到了天香古镇，在这一个小镇里面，其实它并不大，它就是一个小村庄。这一个村庄大概有100到200年的历史，然后目前它距离同文镇大概只有7公里的路程。然后如果你比较喜爱那些高地的古老的，还有邻近的村庄的话，这个是相当好的一个邻近的美丽的村庄。当然，我在这里也牺牲掉了我的空拍机，我花了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才把空拍机给找回来。当然，我也损失惨重。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了同文镇，然后已经很接近中午了，然后再往南走，继续往我们的主要的道路上往南的方向走。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去非常有名的地方，我们叫做马鼻梁。那这一条公路算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一条公路，也是属于合江最重要的一道美景，也都在这里。它这条道路是经过很多的青年，他的以前的军队的突击队员里面，经过11年去开凿的。那么它这个公路呢，它是有很多的一些敢死队员，他用绳索吊在山崖上去干活，然后就是炸开岩石，然后一敲一敲把它敲开，经历11年才完工的一条公路。这个路段因为危险，而且很多人疲劳驾驶，所以在这里很多人都会出车祸，所以一定要很小心。在马鼻梁这一个公路上，我们会遇到一家咖啡厅。那这家咖啡厅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可以看得到肉桂河，也能够看得到马鼻梁，所以它这个算是在公路上非常有名的一家咖啡厅。但是这家咖啡厅只卖饮料还有泡面，所以它没有卖午餐。所以很单纯的就是欣赏风景而已。
我们接下来就要往河的方向走了，那么这就是肉桂河，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那么你就是要过去买车搭船，然后去看它的峡谷纵谷，那这个是非常美丽的一个景点，也就是河江环绕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景点之一。马鼻梁的幸福公路到肉桂河这一段的路，它其实是蛮小的路，有很多是泥泞的，而且是石子路。那你运气不好，遇到刚好是雨季的时候，你会几乎没有办法行走，就如我影片的这样。那所以你雨季的时候，几乎你要放弃这个景点，不然的话你会困在里面。过了肉桂河之后，我们继续往下走，就会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村庄，我们叫苗邦。那我们就打算在这里过夜打尖，这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传统村庄。那非常多人都在这里住宿。我们在路途上遇到很多的旅行者或者是旅客，都会把这个当作是他们的住宿的一个重要的景点。那也就是说，这是他们必经的，而且住宿必须在这里过一夜的一种地点，所以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光地点。这个村庄的正确名称叫把 V， 那也就是也有人叫它叫朗火崩把 V， 算是在苗万县，应该算是苗万县里面的一个把 V 村庄。这里的景点一年四季都可以来。那么它在春季的时候，它的桃花、梨花会刚好开。那夏天的话是气候凉爽，然后也是非常好的旅游时间点。然后10月到12月是荞麦花的季节，所以它这个点算是非常漂亮的地方，一年四季都可以过来。来到这里，你当然一定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我就把它当地的所有的美酒，包括它私底下酿造的一些桃子酒、李子酒，还有一些桂酒，然后再加上呢，它也有当地的荞麦啤酒，当然你也不能错过，还有他们农家里面自己做的腊肉，那这一些东西通通让他们端出来，我们来尝一下山珍野味。cái này là gì? Hoa Rượu táo mèo này, tám mèo này, rượu sim này, rượu xin, rượu quả lê. 柳瓜嘞。非常感谢老板的介绍，我们今天晚上就不醉不归吧。酒足饭饱之后，我们就在村庄里面散散步，其实是很舒适、很快乐的。我们在苗湾这个地方睡了一个好觉，我们又回头走到了马皮梁。到了马皮梁，我们去买了一些山产，也就是说这里有在卖鹿角灵芝，我们就买了一点鹿角灵芝回来。那这个算是蛮特别的一个山产。这个摊贩的旁边有一个石碑，上面写着幸福公路，也就是说从同文到苗望这个地方，从同文到苗望，它这一条公路又叫幸福公路，所以花了很多人的心血来开凿的地方。然后他们在这一条公路非常有名的，越南4大名路之一，就把它取名为幸福公路。再往前走，回头路大概到了马皮梁一个景点，我们叫它夫妻树。那这个地方它不准你自己骑摩托车上去，你必须由当地的人带你们骑上去。那基本上因为路途非常的危险，我们上山跟下山都让我吓了一大跳。在这个地方它一共有3个景点，
那这3个景点，我们只去其中一个，就叫做夫妻树而已。那它上山的小路非常的小，也非常的危险。你观看我们在录影的这一段，你就会有点吓死人。那我们上山跟下山都是一样，所以就要特别注意安全。所以他们根本就不让你自己骑摩托车进来。这边他帮你载上来的费用，其实我记得好像不贵，一个人好像才5万块而已。也就是把你载上去，然后再帮你载回来，大概5万越盾，约80块钱台币。它另外2个景点我就没有去了，然后我打算下一次再来合江的时候再来旅游这2个景点。然后呢，我们走过这个景点，我们一直在回头往北走。那这个地方靠近中国的边界，那就是到了龙骨旗杆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古葛龙骨，那也就是龙骨旗台。那它这个算是一个有名的一个地标，这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地标。它每年的1到3月刚好是梅花跟桃花的时候盛开，所以它有花岗岩之乡的美称。我的空拍机刚好发生了故障，没有办法拍下这里的美景。在它的山脚下刚好有一个有名的村庄，我们叫它 Lolo 仔。在这里我们找了一家咖啡厅，那这个咖啡厅的主人刚好是一个日本人，他很喜欢这里的风景，所以就在这里定居了下来。接下来我们开始往回走的路程，那我们就先去了苗王宫。那这一个地方，它曾经是苗王的住所，也就是他曾经生活在这里。苗王呢，他其实就是苗族国王，大概就是中国跟越南还有辽国这一些地区的一个精神领袖。那在越南的蒙族其实就是苗族的一个分支。所以他这个精神领袖，也就是在这一带里面最大的一个国王。苗王宫其实它是一座大型建筑，它建于大概18世纪末，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它有很多的文化，它主要有融合了中国与法国这一些元件在里面。离开了苗王宫，接下来我们去一个电影的拍摄场所啊，那个电影叫做《包的故事》，那我们就去参观它这个一个小村庄，那里面有他曾经在这里拍摄的一个景点。那这一户人家呢，是很多旅客都会过来看，所以电影上映的时候呢，特别的轰动，于是很多人就把这个地方当作是一个景点。那因为他这个电影也有得过奖。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这边的环境。他们把棺木放在悬梁上，有一种升官发财的味道。因为我们参观的是别人的屋子，所以这家里面，所以要特别的小心一点。而且他们现在还是用灶在煮东西。在这里的小孩子呢，他们会迎接客人，吹着一些曲子，我不知道是否是要赚取的小费。在这一带呢，还有卖一些特产，那像是姜黄或者是黑色的姜黄，那特别是黑姜黄比较少见。由于我回程的路程特别的晚，所以我
在天黑的时候，我就只能到达延平，那我就只能在这里找了一家民宿先住宿。所有的合江里程，一切以安全为重，我就不走夜路。回到了合江，我就准备打车去高屏。那到高屏还要8个小时的路程。那我会把所有合江环绕的最尾端那一段，就在去高屏的路上就会经过这一个路程了。那其实这一段路程也蛮漂亮的，只是我们在车上慢慢的看这边的风景。其实我在合江的旅程里面，我还有一趟去中国边境的旅程，就是去了马立坡。那这一个行程我有特别做了一集在里面，所以我在这边就并没有很再多阐述这一段的行程。